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昨天呢 ，OpenClaw 弹出了一条 AI 的新闻 ，Anthropic 估值逼近了1万亿美元，正在从消费级的 AI 转向了企业级的基础设施。Anthropic 这家曾经看起来只是 OpenAI 竞争对手的公司，估值突然反超了 OpenAI， 成为了全球最贵的 AI 初创公司。不太了解 AI 市场的人呢，看到这个新闻，第一反应可能是 Anthropic 是干什么的？一个新的 AI 泡沫吗？它的聊天工具真的比 ChatGPT 强吗？比 DeepSeek 强吗？比豆包还要好吗？但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反应和大多数人不太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几乎每天我都和 Anthropic 的最核心的产品 Cloud Code 打交道。OpenClaw 就是通过 Cloud Code 做出来的。所以当我看到 Anthropic 估值暴涨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怀疑它，我是真的相信它。甚至我还专门去 Google 了一下，普通投资者有没有机会参与这样的公司，有没有 Pre-IPO 的股权，有没有间接持股 Anthropic 的上市公司，我给去买一点。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想法呢？因为 Anthropic 的 Cloud 不仅仅是一个会聊天的 AI， 它正在让一个普通人拥有过去一个团队才能够拥有的工程能力，去完成以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今天呢，我想用我自己的经历来聊3个问题。第一，我是怎么用 Cloud Code 做 OpenClaw 的？第二，为什么 Anthropic 的估值能突然超过 OpenAI？ 第三，这场 AI 战争的背后，真正的竞争到底是什么？先说说 OpenClaw。OpenClaw 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减少噪音，建立纪律。加密市场每天都有太多的情绪喊单，我想做的是一个帮助自己能够冷静看待市场的系统。它的输入呢是大量的链上数据、资金流、OI、市场情绪等等等等，然后后台通过算法去判断哪些信号是真的，哪些只是假的。输出呢，通过一套硬性的规则给出一个相对理性的判断，然后再用通俗的语言来告诉我每天的市场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特币的立场今天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但真正开始干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如果没有 AI， 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完成这个 OpenClaw 这个页面呢？首先，我需要一个 UI 的工程师，字体的大小、颜色、位置、页面好不好看，这些呢都需要有人设计。我需要一个前端的工程师，把设计给它变成真正能够点击、能够浏览、能够交互的网页，让用户在手机还有电脑上全都能够正常的去使用。然后呢，我还需要一个后端的工程师，处理业务的逻辑，管理 API， 安排任务调度，让系统每天自动的运行，而不是靠我手动的去复制粘贴。还需要一个 DB 的工程师，设计数据的结构，保存资产的信息，让数据不是散落在各个的角落里边，而是有组织的能够沉淀下来，随时我能够调用出来。一个加密的研究员，判断哪些数据值得我去看，哪些指标有意义，哪些新闻只是垃圾，哪些变化可能代表了市场结构真的改变了。还需要一个内容的编辑，把冷冰冰的这些数据还有图表变成一个普通人能够看懂的市场分析。最后呢，还需要一个管系统的工程师，负责部署自动化的任务、日志、监控、备份、故障排查，让这个系统每天都能够稳定的在线。另外，我可能还需要一个产品经理，不断的去问他这个功能有没有必要，信息是不是太多了，这个页面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用传统的方式做 OpenClaw， 哪怕只是一个早期的版本，它背后其实也需要一个团队的支持，而且呢，你还需要给团队的每一个人开工资。但现在呢，你会发现刚才所有的那些工程师全都消失了，他们都变成了什么呢？ Cloud Code。刚才的那些角色被
压缩进了一个新的工作方式里边。换一句话说，就是你的同事被 AI 给蒸馏成了 token， 然后他们失业了。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很多的企业一边在裁员，一边说自己在用 AI 来降本增效，因为 AI 所改变的不是某一个岗位，它改变的是整个工作的组织的方式。过去写代码是真正的码农模式，一个程序员他坐在那里边加班加点，盯着屏幕，一行一行的去敲代码，一点一点的去调 bug。但现在呢，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说句实话，我已经有超过1年的时间没有自己写过一行代码了。我更像是在管理一堆 AI 的工程师，并且给每一个 AI 的工程师分配任务。比如说，我现在觉得这个今日预测的时间倒计时有点不够显眼，改大了呢，感觉有点突兀；变成别的颜色呢，又觉得和整体的页面风格不符合。这个时候呢，我就想把我的想法来告诉 Claude， 同时呢，让他先不要动，先说说他的想法，谈谈有什么优化方案。那他是怎么干的呢？他首先你会看到，真的会像一个人一样去探索一下现状是怎么样的，然后还扔给了我几个版本的改进建议。我觉得这个 V4 的这个版本还不错，感觉像有个时间进度条在那里边走似的，等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走完。所以我就告诉他直接启用 V4 版本。当我发完这个指令，他就真正的开始干活了。这个时候我需要干什么呢？我什么都不需要干，只是开着 Cloud Code 的页面，看着他在那里边工作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会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以前是我自己来写代码，加班改进页面，现在呢变成了我盯着这个 AI 加班，盯着它的感觉呢还有一点无聊，也没有必要你一直去盯着它。所以你可以干点什么呢？先打开一个页面，看看电影什么的，然后等一会儿再回来看看结果。最后呢，他告诉我说已经上线，并总结了这次他都干了什么。我们来看看他干得怎么样。你看他这次就干得不好，这里边只是一条细细的一条，没有时间在那走动的感觉，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所以他加班干活，我还是要负责验收。所以这不是 AI 替我在做产品，更准确的说是我负责方向、判断、取舍和产品。Cloud Code 负责把这些想法更快的变成代码和系统。过去呢，老板剥削员工，现在是员工剥削 AI， 一边看电影一边剥削 AI。 说完了 Anthropic 的产品，那 Anthropic 到底是谁呢？它凭什么估值超过了现在最牛的 AI 公司 OpenAI 呢？ Anthropic 这家公司呢，其实是从 OpenAI 里面分离出来的。故事的主角是一对有意大利家庭背景的兄妹，哥哥呢叫做 Dario。 Because you could end up in the world of like the cigarette companies or the opioid companies, where they knew there were dangers and they didn't talk about them and certainly did not prevent them. Dario 当年是 OpenAI 的研究副总裁，你之前用过的 GPT-2、GPT-3 就是他带队做出来的。他的妹妹呢叫做 Daniela， 在 OpenAI 管安全和政策。这兄妹俩在 OpenAI 里边都是核心的角色，但是到了2020年的年底，哥哥先走了。接下来的几个月，10几个研究员陆陆续续的跟着他一块走了，包括他的妹妹。为什么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理念的不合拍。Dario 后来自己说了一句话，跟别人的愿景去争辩是一件极其没有效率的事情，与其留下来争吵，不如带上你信任的人出去把自己的愿景做出来。于是呢，2021年这对兄妹带着一帮 OpenAI 出来的人成立了 Anthropic。 这个名字呢其实也很有意思， Anthropic 的意思是与人类有关的，它背后呢还牵连着一个概念，叫做人则原理。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能观察到这个宇宙，是因为这个宇宙本身刚好允许人类这样的观察者存在。所以呢，这个名字放在一家 AI 公司的身上，它的味道就非常明显了。AI 不能只是越来越强，不能只是越来越聪明，它还必须始终围绕着人类，服务于人类，同时呢也受到人类的一个约束。
这个就是为什么 Anthropic 从第一天起就特别强调 AI 的 safety 安全合规。它不只是要做一个更强的 AI， 它想做的是一个人类敢用、企业敢于托付、社会能够承受的 AI。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Anthropic 的早期有一笔5亿多美元的融资，你可能想不到是谁投的，是 SBF， 对，就是后来 FTX 爆雷进了监狱里边那个诈骗犯 SBF。 所以你会发现这家公司的起点一点都不平淡，他从 OpenAI 里边出走，拿过一个诈骗犯的钱，他一边追求着更强的模型，一边呢又反复强调安全、约束和人类的价值。这也让他从一开始就和 OpenAI 的气质不太一样。OpenAI 呢，它更像是一路的往前冲，要做出最强、最通用、最具有影响力的 AI。而 Anthropic 呢，它更像是另外一个声音，慢一点，再稳一点。不要只问 AI 能不能做得到，也要问人类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个选择呢，一开始看起来是有点轴的，甚至有点理想主义，但谁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正是这个看起来更轴的选择，把 Anthropic 推到了全球最贵的 AI 初创公司的位置。3年前 Anthropic 还只是在 OpenAI 的后面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小弟，但今天呢，它反超了，估值9000亿美元，全球最贵的 AI 公司换人了。它靠的不是聊天的机器人，也不是提供给你情绪价值，它靠的就是我天天在用的这个会写代码的 AI Cloud Code。这里呢，我得先破除一个误解，很多不编程的人以为 AI 编程就是帮我来写一个按钮，帮我写一个 Python 的脚本，帮我来修复这个 bug。这些呢当然都有用，但这个不是它真正厉害的地方。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当一个项目开始变得极其复杂的时候，它还能不能读懂你的整个系统。就拿 OpenClaw 来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页面，它有市场的数据，有资产追踪，有自动的发布，有前端后台，有部署运维。到了这个时候，你要的就不是一个只会回答问题的聊天机器人了，你要的是一个能够钻进你的项目里边，读懂你的代码，理解上下文，并且持续帮你改系统的协作者。这个就是 Cloud Code 让我觉得最强的地方。当然，它不是每一次都完美，它也会犯错。就像刚才我们展示的那样，它会写出需要你审查的代码，有时候呢还会过度设计。但只要你自己，你懂怎么拆问题，你懂怎么做 code review， 懂怎么判断方向，它就会变成一个极强的放大器。所以你现在应该能够理解 Anthropic 为什么这么值钱，因为企业里边最愿意为什么样的 AI 掏钱呢？不是说陪你聊天的 AI， 而是能帮他省下工程师的时间，加快产品上线的 AI。 一个高级工程师1年的成本可能就是几十万美元，一个产品的上线背后呢，往往是一整支团队。如果一个工具能把这个团队所有的活儿给它压缩进一个人的手里，那它值多少钱呢？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Anthropic 的收入运营率，也就是按照现在的势头，一年能够营收多少钱呢？这个月已经突破了470亿美元，几百家公司排着队付费用它来写代码，一家3年的公司干到这个程度，那么现在你还觉得它是泡沫吗？但你要是只盯着 Anthropic 和 OpenAI， 那你就还没有真正的看到全局。这些 AI 到底跑在哪儿呢？它不是跑在你的手机里边，它真正跑在一动又一动的数据中心里边，烧的是海量的算力。那谁来提供这些算力呢？这个就牵扯出来了一场没有被摆上台面的战争。OpenAI 的背后呢，站着的其实是微软， Anthropic 的背后呢是亚马逊还有谷歌。所以表面上看是2个 AI 公司在拼大模型，但私底下呢是几家云计算的巨头在通过他们
替自己来打仗。因为大模型它不是普通的软件，它要 GPU， 要数据中心，要电力，要全球级别的基础设施。模型越强，烧的算力也就越多，用的人越多，成本也就越高。所以今天的 AI 公司呢，已经不可能脱离云计算的巨头单独的火热。而且这一轮的融资还出现了3个新的面孔。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还有三星、美光、SK 海力士这几家公司到底是干什么呢？造芯片的，造内存的。现在这条链就完整了，最底下的是造芯片的，芯片堆成云计算，云计算撑起这些 AI 公司，AI 公司做出工具，再交到你还有我这样的人的手里。从一颗3纳米的芯片到一座座烧电的数据中心，再到你屏幕前的现在的 OpenCLU， 你看到的是一个网站，但它的背后呢，连着的是芯片，是云计算、大模型、开发工具和企业软件的入口。中间的每一层都是一门上天意的生意。谁能够把 AI 的能力真正的塞进企业每天的工作里边，谁就掌握住了下一代软件的入口。这个才是这场战争真正在抢的东西。讲到这儿呢，我想谈一点自己的感受。我们总是在讨论 AI 会不会抢走你的饭碗，抢走你的工作，但我自己真正经历的其实是另外一个故事。 AI 把一种过去只有大公司、大团队才拥有的能力交到了一个普通人的手里。这种能力呢，就是造工具的能力。过去你脑子里可能会有一个想法，你可能会说，要是有一个工具能帮帮我就好了。但大多数的时候，这个念头也就停在这里了，因为你没有团队，没有融资，没有产品经理，没有前端后端，你有的可能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而我做 OpenCLU 的这个过程呢，让我第一次真正的感觉到了这个时代真的变了。我没有团队，没有融资，只有这么一个想法和一个会写代码的 AI， 然后呢 OpenCLU 就真的这么出现了。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 Anthropic 凭什么这么贵？我的答案是，不是因为 Cloud 会聊天，而是因为它正在走进真实的工作里边。 AI 这几年呢，其实走了3步。第一步呢是陪你聊天，而且有的时候他还经常胡说八道。第二步呢，帮你写东西，他写的东西的的确确比你自己写的要好很多。第3步，帮你把活给他干完。而 Cloud Code 让我第一次非常具体的摸到了第3步。这个意味着什么呢？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变成程序员，而是说每一个有想法、有判断、有执行力的普通人，从今往后都能拥有比过去强得多的一个工具。你脑子里的某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想法，现在可能真的能做出来了。好的，这个呢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订阅加密星球，也欢迎关注 OpenCLU，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好的，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再见。